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美国第7舰队的一艘战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它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舷号56，也叫做麦凯恩号。这个呢是今年以来，也就是2021年，美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台湾海峡。上一次呢是去年的12月31号。同样也是这一艘麦凯恩号伴随着另外一艘与它同级的军舰，2艘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和往常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声明，汪文斌说，中方将继续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挑衅，坚决捍卫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当然说辞上边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老调重弹。要说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个事情，在2020年它有13次，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当中，总共有92次。无论说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如何言辞强烈去谴责这个事情，穿越台湾海峡它本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这个事情可不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在这么做。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等等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军舰都穿越过台湾海峡。那么台海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领海？这个海峡中国对它到底有没有管辖的权利？那么咱们用地图来看一下。首先，中国声明的领海是从海基线往外12海里，这个海基线是按照潮水的涨落，当海水退潮以后露出来的最大的那个陆地面积为准，选择几个点以后再把这些点连起来，那就是中国的海基线。有了这条线以后呢，往外延伸12海里，那就是中国的领海。大家请看地图上的实线就是中国的海基线，虚线就是海基线往外延伸12海里，这就是中国的领海。1海里有 1.852 公里，那12海里呢，也就是 22.2 公里。台湾海峡最宽的地方有400多公里，最窄的地方有130多公里。从中国大陆往外延伸 22.2 公里，从台湾也往外延伸 22.2 公里，加起来也就是45公里不到。相比最窄处的130公里的海峡来说，还剩下了85公里的国际水域。那么这85公里的水域又属于什么属性呢？在联合国海洋公约里边明确的规定，在领海之外的12海里这个范围属于毗连区。这个区域呢不完全属于你的领海，但是这个沿海的国家可以拥有这个毗连区里边的一些管辖的权利，比如说查证海盗、打击走私、抓捕偷渡人员，以及逮捕那些没有经过许可的广播电台，也就是飘在你的海上对你进行敌对宣传的这些敌台。当然了，这一份公约起草的时间呢是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视和广播还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到了现在，那当然不存在哪个国家还在货船上弄一个广播电台了，对吧？毗连区再往外，那就是专属经济区，就是从领海基线往外划定的200海里。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可以拥有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等的这些开采的权利以及捕捞的权利。大家看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第58条里边明确的规定了，在专属经济区以内，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所以说这片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这个国家，它仅仅是比其他的国家多了开采石油矿石以及渔业捕捞这样的权利，其他的呢都和公海一模一样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的航行、自由的飞越，就包括中国在内。它的航母编队也经常出入宫古海峡，这样的航行和穿越是被联合国海洋公约这样的条约所保护的，它并不需要先去征得日本的同意，就是说走就走，爱来就来，就是这意思。那么台湾海峡跟这个宫古海峡，它在国际法上面的这些规定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后再看到美国穿越台湾海峡，不管是它的军舰也好，它的军机也好，那么这样的行为它是被国际海洋公约所保护的，它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换句话来说只要中国愿意的话，它也可以把航母编队、它的军舰、它的军机开到或者飞到美国的东西海岸来。看一看美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会不会也像一个欲求不满的老太婆一样，每天追着你屁股来骂？我觉得肯定是不会的。中共这样的宣传机制，它就是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针对着我们，我们非常的危险，一不留心就可能亡国灭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沉下心来，团结起来。眼前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比如说像法治啊、民主啊这些已经提了几十年但却一直没有动的事情，做不到就做不到，咱们先放一放，因为我们还很危险嘛。所以极致的夸大外部威胁，这就是共产党用来稳定他的统治
让人民变得更加顺从的一种工具，一种话术。虽然说从法律层面穿越台海呢，它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但是在真正的国际关系里边，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引起其他的国家很强烈的反弹，很强烈的反对，那么这样的行为自然的也可以把它拿来当做是一种博弈的游戏，一种博弈的筹码。自从拜登政府1月20号就职以后，中国呢就加强了对台海的贴近飞行、抵近侦察。这个事件呢就可以看作是中共对于美国新政府的一个底线的测试，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一个赌桌上边，当一个新玩家上桌以后，那么一直坐在桌上的这个老玩家率先亮出自己的一张牌，这样的动作相对应中国密集抵近侦察台湾的动作，美国呢也有它的反制措施。在1个多星期前，也就是1月24号，美国就宣布罗斯福号航母这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推进航行自由。与此同时，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常驻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而就在昨天，也就是2月3号的时候，美国将部署在中东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也调离了中东，将它部署到了印太。3个航母战斗群齐聚亚太。那前边我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这个专属经济区以及领海的区别。在南海，除了说已经被国际所认可的中国领土、中国的岛屿之外，那么岛屿往外划12海里是它的领海。除此之外的大片辽阔的南海呢，它都是被联合国海洋公约所允许的可以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专属经济区。那美国没有开着航母战斗群来这里打鱼，也没有来这里建油田采你的石油，我就在这里游荡，我在这里路过，谁也管不着。那更何况说还有非常多的有争议的岛屿，那这些岛屿是否是中国的领土，那还有待商榷。那就算全部都是，那么它也不妨碍美国的这些舰队、这些航母战斗群在岛屿12海里之外航行的自由，对不对？所以就说啊，中共的这些宣传都是把本该跟老百姓说清楚的一些事情扭曲了以后再告诉你，他让长期生活在这样舆论环境当中的这些老百姓世界观造成了扭曲，进而呢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性格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那么久而久之，是不是整个民族它都将引起倒退？所以啊，任何问题多思考，多利用互联网工具，自己亲自去查证，不要人云亦云。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Peace。